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经测量，这个主动均衡板这个电容短路了，包括这里边的电容短路了。这里边的电容我已经用热风枪给它换过了。下面呢，把这个电容给它焊上。它的这个电容呢是铝电容，是耐压值10伏100微法的。由于手头没有这样的铝电容，我给它换一个这种电容。银角给它掰成合适的形状，再给它上锡，用热风枪焊上就行了。好，焊完以后我们测量一下是否短路，没有问题了。我们测量一下它的电压是否均衡，我们测电容两端就可以。3.62 3.62， 第三个是 6.43， 很显然电压不均衡。我们再接其余的都没有问题，只有第三个电压偏高。我们再测量一遍 6.41， 很显然是不正常的。因为变压器是不会坏的，坏的只有电容、电阻或者是长管。那么我们测量第三个电池对应的是哪个长管？我们看是这个长管和这个长管，这两个长管是对应第三个的，这边是不对应的。那么我们就查这两个长管是否有问题，山极驱动的电阻和电容是否有问题。首先我们测量一下电阻的阻值 3.20 3.20， 所有的电阻的阻值都是 3.20， 证明电阻没有问题。我们测的电阻就是山极到原极的电阻，说明这个电阻没有问题。那么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或者是长管的问题。我们接下来用示波器测量一下，我们只需要测量长管山极的电阻就可以了。我们测量电阻两端的波形，正常长管山极的波形是这样的，这个也是正常的。我们看这个很显然波形偏低，就是不正常了。我们再测量这个是偏低，这个也偏低。发现有两个长管的，发现这一个长管山极的波形偏低，这个也是正常的，刚才没有量好。如果长管换掉还是不行的话，就证明是这个驱动电容，因为这个驱动电容信号都是来自于这个推动变压器的。好，下面我们把场效应管换掉。有的时候故障就是很有迷惑性，故障都已经判断到这个位置了，测量它山极到原极的电阻是正常的，电容同样是正常的，430，这个是424，稍微有点差距。长管刚才测量也是正常的，那么下面我把这个长管换成新的，看看是否正常了。好，换完长管我们测量一下，现在输出电压应该是正常了，我们测量 4.133 4.132 4.134。到这里我们就给它修好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